家用电器在日常生活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好的家电不仅省力舒心，还能提高生活质量。不好用的家电无疑会成为生活负担品，同时还存在用电隐患。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类家电，虽然表面看似没啥问题，但存在的潜在危害却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即使没坏也要及时更换，别给自己留麻烦。1、超过使用年限的家电。前段时间国内的一个老家电品牌突然火了，就因为一个网友晒出自家用了26年的洗衣机，获得大家的一众好评。但殊不知家电其实都有使用年限，一旦超龄使用隐患极大，不仅产品的质量下降，还会带来用电的安全隐患。不信你看看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在2020年制定的关于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相关标准，你就明白了。在我看来，这也是这些常用电器的退役说明书，其中详细的列举了如今家电的使用安全年限以及超期使用带来的风险隐患。就比如开头提到的洗衣机，安全使用年限在8年内，超期还在使用的话，会出现漏水漏电、噪音大、衣物清洁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洗衣机一用就是20-30年，真的未必是好事。还有家用热水器，不管是电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普遍都是6至8年的使用年限。超龄热水器隐患非常大，内胆积压杂质水垢，不但会污染水质，影响用水健康不说，还会出现固件老化、保温性能差，甚至漏电的情况。因此在这也奉劝大家，家用电器超过安全使用年限，即使不坏也要及时换掉，杜绝安全隐患。还有偷偷告诉你，目前很多电器厂家购买新家电都有以旧换新活动，非常划算。2、老旧技术的家电。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近些年国内家电行业技术迭代更新非常快，这就意味着一些旧技术家电的淘汰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使用需求了。就比如下面介绍的这3种家电，如果家里还在使用的话，建议要及时更换掉。第一种，制冷式冰箱。制冷冰箱家里的老一辈人都不陌生，它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产物，用过的人都知道，结冰结霜，冷藏式积水，容量还小，关键制冷速度慢，控温效果还差，比起技术先进的风冷冰箱毫无优势可言。第二种，定频式空调。传统的定频式空调虽说还在销售，但各大家电品牌都已经不再生产了，目前已经在淘汰的边缘了。相比于更先进的变频式空调，不仅噪音大、耗电高，而且温控能力差，室内不均衡，送风时也会让人感觉忽冷忽热。第三种，冷凝式烘干技术，最早应用在国内的第一批洗碗机、烘干机上，因为技术落后、设计不成熟，导致工作效率低、耗时长、费水又耗电。这类家电用过就知道，真的太坑人了。和现在的新技术，比如洗碗机的自动开门烘干、热风烘干，还有洗衣机的热泵烘干，根本没法比。所以家里还在用老旧技术家电的，建议及时换掉，能大大提高生活质量。3、高能耗的家电。这么说吧，家用电器产品与生活中的家具软装相比，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家电不是一劳永逸的产品，后期在使用中还有产生耗电成本。这就不得不提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做的家用电器日常用电情况真实测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3级能效的空调、冰箱、热水器比1级能效产品日常耗电情况高出3至4倍不止。还有冬季一些常用的取暖设备，什么踢脚线取暖器、电油钉等，堪称是电费刺客，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大家在买家电时，一定不要只看品牌和价格，而忽略了电器的能效等级，还有日常的耗电量。虽然高能耗的家电有价格优势，但却成了生活中真正的隐形电老虎，后期交电费时会让你苦不堪言，后悔不已。因此建议如果家里还有高能耗家用电器，也建议及时换掉，别心疼。4、不能自动断电的家电。说到生活中的电器，不管是大家电也好，小家电也罢，在出厂时一般都会有自动断电保护功能，就比如说电热水器漏电保护、燃气灶的熄火保护，还有电水壶的自动断电、电热毯的过载保护等等。这些功能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咱们在使用家电时杜绝安全隐患。所以在使用中，一旦发现自动断电有损伤或失灵的情况，务必要马上换掉，不给安全留隐患。网友小鸟飞行员，我家的电蒸锅防干烧自动断电失灵了，太吓人了，缺水蒸干了，锅底都烧焦了，也没自动停下，多亏发现的及时，不然后果真不敢想。网友喜欢喝咖啡的猫，家里老的烧水壶烧水开了，没拔插头，结果跳闸了，闻到一股子烧焦味，还以为是电闸坏了，没成想是水壶水烧干了，真的是无语了。真没想到它不是自动断电，
通过上述2位网友的真实经历，也告诫大家定期检查家中常用电器，特别是没有自动断电保护或者已经损坏的，千万要马上更换掉，别给自己和家人留安全隐患。5、不符合新国标的家电，家里还在用旧国标家电的，建议要立刻更换掉。这类家电一般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还有安全等级、能耗方面未达到新国标标准，目前已经淘汰和禁止生产了。在这也给大家列举2个都是安全隐患非常大的，看看你家里有没有。第一个，万能插排，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那种老式的万能插座，一孔多用，安全性非常差。这种所谓的万能插座，在设计之初，为了兼顾2插和3插都能使用，所以会出现插孔过大的情况，容易出现触电事故。此外，还有插片过热导致火灾的隐患。所以在2010年，国家就已经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了。现在新国标都是新5孔插排，2孔和3孔分开组合，安全性高，也降低了触电风险。第二个，直排式热水器，很多家庭还在使用。如果你在新闻上看到因为使用燃气热水器引发的一氧化碳中毒的悲剧，就是这类热水器造成的。因为技术落后，还没有排气管，所以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被禁止生产售卖了。听劝，安全无小事，有的话即使没坏也不要再用了，建议更换成技术先进且安全的强排式或平衡式热水器。前段时间在网上刷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说的是生活中那些无效节俭行为。有一位网友分享说，她的闺蜜夏天太热，舍不得开空调，就跑去商场蹭空调吹，结果停车费花了30块，喝冰奶茶花25块，买衣服加吃饭花了350块。晚上回家后发现家里空调没关。当然，这或许只是个段子，但背后的意义却很深刻。其实，无效节俭就是指生活中那些为了省钱，但却以花更多的钱而告终的行为，过程还搞得自己很辛苦。这一期咱们不谈装修，就来聊一聊生活中那些辛苦但无用的节俭行为。看完我直接破防，太扎心了，个个都是贫困家庭的通病。1、为了节俭，总吃剩菜剩饭。家里的老一辈有很多看似节俭，实则浪费的生活方式。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先吃剩菜剩饭，新鲜的菜炒完继续剩，然后餐餐吃剩菜，周而复返。网友张小溪的流水账，我婆婆勤俭节约一辈子了，吃剩饭剩菜自然是家常便饭，怎么劝也没用。前天吃了隔夜的竹笋烧肉，吐了一下午，在我一再坚持下，才勉强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网友灰胖胖，我妈就是这种，怎么劝也不听，明明给她订了午饭，却非要吃剩菜。放在冰箱里也不盖保鲜膜，冰箱门一开，里面的味道都是馊的，他还热着吃，结果该吐的都吐了，自己还难受，图个啥呢？小东建议，诸如此类的节俭行为在父母一代还有很多，比如水果总挑烂的吃，结果节省过了头，最终住进医院。奉劝大家，劝诫长辈，恰得其反的事别做。2、为了省小钱，反而损财更大。勤俭节约没毛病，但省钱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小失大。网友加勒比海带说个真是，老家县城的邻居因为钥匙忘家里，不舍得花钱叫开锁师傅，让儿子爬窗进去开门，结果从楼上摔下来，骨折做手术花了5、6万。网友你好呀，王大宝，这题我来答。我老公听说油价要上涨，为了省10几20块的油钱，大半夜跑出去加油，家附近的加油站没有了，跑了10几公里加油，把别人车还刮了，保费涨了好几百，结果第2天油价没涨。小东建议，看完上面的案例，真的感觉挺唏嘘的，这些无效节俭行为太不可取了，有些钱该花还得花，不要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事。3、喜欢凑满减就为打折，为了凑满减享受商家的打折活动，买了一堆根本用不上的非必需品，结果大多数买回来就放在那闲置。网友叫我赵大大，去年双11在一家店铺看中2件衣服，但商家说买5件能打推车，于是为了凑单又勉强挑了3件，多花了600块，结果后面这3件实在不喜欢，挂在衣橱里了，至今没穿过。网友节俭的蛋蛋，千万别学我一个人叫外卖，为了凑满减点了一堆根本吃不完，结果全扔了，浪费不说，还多花了好几十块。小东建议，不管是满减还是凑单打折，其实都是商家捆绑销售，为清理库存的一种手段，千万别被营销套路诱惑，非必须买多了就是负担，建议按需购买，才能杜绝不必要的浪费。4、废品不舍得扔，攒起来卖钱。
中国人都喜欢勤俭节约，但也要讲究方法和性价比。生活中最不值得的行为就是攒废品。网友事事如意，再也不会攒纸壳子了。今天把家里积攒的纸壳子快递箱卖废品，结果到手16块。我家房子2万1平，这10几块的破烂占了我房子空间大半年，堆在阳台有碍美观不说，搞得还特别乱。网友请你吃小馄饨，大家的快递纸箱、纸盒千万别攒了。之前看见质量好的不舍得扔，总想着以后会用到，结果攒来攒去，纸箱子没用几个，却招来的一堆蟑螂，太可怕了。小东建议家里的废品，尤其是纸壳箱、饮料瓶子都不干净，攒多了不仅浪费空间，还会带来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到头来也换不了几个钱。不舍得扔掉，不如做好事送人。5. 不舍得买正品，总找平替。逛商场看到喜欢的正品包包、服饰，嫌价格贵，不舍得买，总喜欢去网上找便宜的平替款，结果衣服没穿几次就变形、起球，包包不是开线就是褪色，然后继续花钱买。网友咸鱼吐刺，所谓的平替就是仿品，虽然款式和正品差不多，但质量却天差地别。之前2000块的大件不舍得买，网上花600块买了一件平替，结果面料又厚又硬，版型也不对，穿2次就掉毛起球，后来还是买了原版。网友我是小杨，听劝大学生千万别买平替，越穷越别买，特别是这种质量不好的，买回来也穿不出去，就是浪费。花99块钱买来20块的地摊货，本来想装千金，结果穿上是又土又穷酸。小东建议，事实证明，买平替产品不但不省钱，有时候反而会花更多冤枉钱，不如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一步到位才更省钱。6. 当下图省钱，却忽略了隐形消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表面看能省下当时的花费，但却忽略了后期的成本花销，特别是一些人情世故，反而更贵。网友Coco 姐说个扎心的事，家里上个月换了新冰箱，就想着把旧的送到父母家。找搬家公司一问，要价350块，老公嫌贵，为省钱找了3个哥们来帮忙。过程倒是挺省心，但看着几个人抬上搬下的也很辛苦，过后不吃个饭犒劳一下也说不过去。结果吃顿烧烤花了800-900块，真是省了个寂寞。网友珠宝爸爸陪我哥们去银行办事，不舍得掏10块钱的停车费，停到路边，结果违章罚款，交了150块。网友非凡的西柚，我亲妈为了省几桶油钱，自己种油菜，搞了1个多星期，菜籽加肥料花了600-700块钱，然后累得浑身哪都疼，坚持不了住院调养，花了2000多，最后收获了2桶油。小东建议，生活中遇到想要省钱的时候，都要认真想想有没有背后成本和隐形消费，千万别只图当下便宜，过后却付出更多额外花费。不管卫生间有多大，4种东西都不适合放，很多家庭不知道。卫生间别看它面积不大，但对于一个家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它的功能多且日常使用率也比较高。比如咱们日常的洗漱、洗澡、如厕，甚至洗内衣、内裤等等，基本都会在这个地方完成。因此在我看来，保持整洁干净的卫生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可否认，大部分家庭的卫生间都是暗卫，也不通风，所以这个区域也往往比较阴暗潮湿，自然也会更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还乱放东西的话，很可能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产生不好影响。关于卫生间的摆放，还流传这样一句俗语：厕所放4物，家人遭病殃。虽然听上去有些夸张，但这都是老一辈人多年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本期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不适合放在卫生间的4样东西，如果你家也有，建议赶快拿走。1. 尽量不放毛巾、浴巾。如果我说卫生间里第一个不适合放的物品就是咱们常用的毛巾和浴巾，看到这相信会有很多人反对，但我劝你先别着急反驳，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咱们很多人洗脸用的毛巾和洗澡用的浴巾用完都会习惯性的挂在卫生间里，也通常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你别看他们每天都在用，也经常洗，看着挺干净，但其实很容易滋生细菌，尤其是螨虫。这是因为很多房子的卫生间都是没有窗户的，自然不通风，即便少部分是有窗户的户型，也不容易晒到太阳。那洗脸的毛巾和浴巾长时间放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不仅会产生异味，还会变成培养细菌和霉菌的温床。因此建议大家每次用完的毛巾最好把它挂在通风和有光照的地方，比如自家的阳台，这样能起到快速晾干和杀菌的作用。如果阳台不方便晾晒，必须挂在卫生间的话，
建议选择安装电热毛巾架，用过的毛巾浴巾快速烘干后，第一时间收到柜子里，避免因潮湿产生的异味和细菌。2. 不放厕纸篓。卫生间第二个不适合放的物品就是用来装厕纸的纸篓。很多家庭都习惯在卫生间的马桶旁边放一个纸篓，等上完厕所的厕纸就随手丢进去，觉得很方便。但是咱们用过的厕纸长时间在纸篓里堆放，不仅看着恶心，而且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关键还会滋生很多微生物，比如不明物小飞虫等，这样会导致卫生间的环境很差，时间久了还可能对身体造成影响。其实卫生间放纸篓是很多家庭都有的习惯，这是因为过去的马桶因为设计上的缺陷，厕纸丢进去容易造成阻塞，没办法才选择放一个专门用来装厕纸的纸篓。但是现在的马桶技术比较先进，冲力也大，已经可以解决厕纸阻塞的问题，所以卫生间就没必要再放纸篓了。当然，如果家里还在用老式马桶，必须要有装厕纸的纸篓，也建议选择带盖子的垃圾桶，每天做到定时清理垃圾和厕纸，避免细菌、异味的滋生。3. 不要摆放植物、花卉。不可否认，绿植能让家里充满活力和生机，所以很多人也说最高级的软装是绿植。在家里摆放绿植，不仅能提升家居颜值和氛围感，好的绿植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于是有些朋友还特意在卫生间也放几盆花草，看起来赏心悦目不说，还希望借助绿植来驱散卫生间的异味。但这种做法其实非常不妥，绿植好看归好看，但所有的植物都需要定期浇水，咱们卫生间本来就容易潮湿，再加上给绿植浇水，就会导致潮气更大，也就间接的给微生物和细菌提供了滋养的温床。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水培植物还特别容易招蚊虫，尤其是夏天，蚊子也喜欢在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逗留。如果在卫生间摆放绿植，那只会招来更多的蚊子。咱们都知道，被蚊虫叮咬身体的坏处，不仅会让皮肤红肿瘙痒，还会传播疾病。所以说，即便是你再喜欢，也尽量不要在卫生间里摆放和培养植物和花草。4. 不放杂物。咱们卫生间除了不合适摆放绿植外，在里边堆放杂物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有些家庭的卫生间面积比较大，所以就会把用不上的东西都堆放到卫生间里边，这样就会导致把原本干净整洁且井然有序的空间变得杂乱不堪。什么没用的纸壳箱、包装袋、破旧的雨伞、坏了不舍得扔的拖鞋，还有多余的脸盆、水桶、各种不好用的清洁工具等等。这种不好的习惯带来的结果就是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能闻到杂物散发出的大量灰尘以及发霉的味道，影响空气质量不说，还会滋生细菌，危害身体健康。而且杂物堆放过多，看着心情自然也不会好。因此在此奉劝大家，家里的杂物尽量不要堆放在卫生间里，咱们有用的就放在通风的地方，没用的东西就直接扔掉。如果你家里卫生间还有这些物品的话，建议尽快拿走，千万别不当回事，不管卫生间有多大，都别再放了。烟机灶具是每个家庭厨房中必不可缺的电器之一，家里的一日三餐都要用到它。那对于抽油烟机，到底选顶吸、侧吸还是集成灶好呢？这个问题让无数人纠结。小东最近家里的房子因为住的年头久了，打算翻修一下，目前正好装修到厨房阶段，也正打算换一台烟机。面对3种不同类型的烟机，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碰巧家里的一个亲戚正好在当地的一个大商场里做厨房电器销售的，已经工作5、6年了，经他手里卖出的烟机灶具怎么也得有上百台了。我前几天特意跑去他那认真学习了一下，希望看完能解决你的选择困难症，为选择哪种烟机时不再犯难。1. 集成灶。很多人都说集成灶排烟效果好，而且很多产品还自带蒸烤、消毒功能，一机多用，是不是现在销量比传统烟机好？他告诉我说，目前很多大牌集成灶油烟吸净率几乎可达到99%极限指标，主打的就是排烟效果好。多数人选择它也是看中了这一点，但仔细对比分析一下，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因为集成灶采用的是静吸侧排，所以它对蒸、煮、炖、小炒这些有规律的，而且是固定位置的，相对温和的油烟，它的效果是最佳的。但是如果是煎、炒、烹、炸、过油爆炒这种炸开的不规则的油烟，还有需要颠勺产生的移位的油烟，这个集成灶的侧吸就不灵了。其实目前选择集成灶的还是年轻人居多，主要是有4个理由。1. 性价比高，现在年轻人都会算账，如果买集成灶可以省去1米橱柜的钱。别看集成灶动辄18000一台，但是减去做1米橱柜的成本，实际到手相当于才花了5、6千，感觉特别划算。
2. 外观时尚，年轻人觉得集成灶是把烟机、灶具组合成一体机，所以设计外观上更好看。而且集成灶目前算是个新东西、新潮流，用的人不多，就是时尚。3. 功能齐全，集成灶就是把油烟机、燃气灶外加消毒柜、蒸烤箱、洗碗机等等多种电器集合成一块的新式厨房设备。对于年轻人来讲，属于一机多用，简直不要太香。4. 节省空间，集成灶相对于传统烟机不需要占用橱柜上柜的空间，而且把其他需要橱柜的电器整合到一起，说可以节省厨房至少40%的空间，一点不夸张。那么既然集成灶这么好，为什么还有人买传统烟机呢？他介绍说，对于不愿意选集成灶的人，基本都有2大顾虑。第一就是安全性，一部分人顾虑集成灶不安全，会有爆炸的可能，担心集成灶抽烟口离这个灶台太近，会有这个火苗吸入机体的风险。其实集成灶爆炸仅仅是玻璃面板裂了而已，并非产生明火的爆炸。而且现在2代、3代的集成灶工作时是采用油水分离，油烟下排根本不会引起火灾，安全还是有很高的保障的。第二就是后期维修，客观的说，集成灶维修难度大，成本高是个事实。因为集成灶属于集成一体机，其中的一个零部件损坏就会直接影响到整机的使用，不像传统分体机，烟机和灶具都可以单独更换。其次，集成灶是集成设计，一旦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必须要拆机，其维护难度大，而且集成灶安装往往是嵌入橱柜里的，需要拆机检修时，很可能还要先拆除部分橱柜才能完成，这也增大了维修成本。2. 顶吸烟机，我问他，那传统烟机顶吸和侧吸哪个好？他说，不管是顶吸还是侧吸，其实是各有优缺点，不能说哪个更好，还是根据自身的家庭需求去选择。首先，顶吸烟机控烟范围更大，面对煎炒烹炸这种暴躁的油烟，它的抽油烟效果是最好的，这也是顶吸烟机最大的优点。所以说，你看饭店的后厨没有用侧吸和集成灶的，全部都是顶吸，而且款式多样，噪音小，价格通常也比侧吸、集成灶要便宜很多，2-3千就能买到一个品牌烟机，所以说适合大部分家庭选择。3. 侧吸烟机、顶吸烟机价格便宜，款式又多，那为什么要出侧吸的传统烟机呢？在消费者看来，顶吸最大的问题就是油烟需要过脸，这个饱受诟病，侧吸就是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对于顶吸烟机有不滴油、不碰头的优势，所以这几点是大部分人选择侧吸的理由。其实顶吸烟机和集成灶都属于静吸侧排，它俩的排烟效果看起来都差不多，对于温和的油烟比较擅长。传统烟机之所以要出这个侧吸产品，主要是来弥补这个细分市场的不足，说白了就是对标集成灶的，用来抵消这个侧吸的优势。侧吸烟机看起来很完美，其实缺点也很明显，比如噪音大、价格贵，而且离灶台比较近，在烹饪的过程中更容易溅上油渍，后期清洁起来特别费事。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顶吸、侧吸还有集成灶在抽油烟的效果上都不算完美，集成灶和侧吸相同，适合那种固定位置的温和油烟，坦白讲更适合那种不是特别会做菜的人。顶吸烟机它可以胜任高强烹饪产生的油烟，所以是厨房高手必备。其次，就这个产品档次而言，大家不要以价格论，因为这个集成灶它集成了多个配套产品，所以价格肯定要高于传统烟机，但这并不代表贵就是高档，其实传统烟机更高档。不信你打听一下，你看住别墅的哪有几家用集成灶的？集成灶更时尚，功能多，适合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这是肯定的。至于侧吸呢，实质上就是传统烟机厂家被迫出的一个产品去打集成灶的，它既比不了顶吸烟机的控油烟的能力，又没有集成灶节省空间，性价比实在不高。当你真正懂烟机的时候，你肯定不会选侧吸的。现如今大家电经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升级以及更新换代，新的产品功能更多，让我们使用体验感更好。但是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老款家电产品，你可能以为它们早就被替代或淘汰了，可市场上依然能看到它们的存在。而且你去逛家电市场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没有淘汰，甚至某些老款产品甚至还是销售的主力军。本期和大家说一说传统式的5款大家电。1. 定频壁挂式空调。目前的壁挂式空调大多数是变频式，相比于传统的定频式空调，变频式分体机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制冷效果好，控温精准，不会出现温度波动，让人体觉得不适，而且噪音低，静音效果更好，长时间开启，更加节能省电等等。但是目前传统的定频式空调依然没有被完全替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性价比高，
价格方面至少比变频式空调便宜20%至30%左右。其次，定频空调的技术比较成熟稳定，所以故障率低，而变频式空调内部控制电路较为复杂，对于零件的要求更高，因此故障率也增高了，而且维修价格贵，也比较麻烦。另外，变频式空调只有长时间使用，至少在连续工作6小时以上才能达到节能省电的优势。小东建议，对于日常使用空调时间较短的家庭，建议选择价格更便宜的定频式空调，反之，尽量选择舒适性更高的变频空调。其次，客厅选定频，卧室选变频，性价比更高，因为我们在卧室的时间相对较长，而变频式空调长时间使用也更加节能。2. 顶吸烟机。过去家家都是顶吸式烟机，外形美观，款式多样，但如今已经被新式的侧吸烟机以及集成灶盖过了势头。但是不可否认，今天的传统的顶吸式烟机依然有市场。侧吸烟机的出现，主要解决了顶吸烟机油烟过脸的问题，而且侧吸烟机离烟机口更近，所以排烟效果更佳。其次，侧吸烟机不滴油、不碰头也是它的最大卖点。但是侧吸烟机的弊端是噪音大、价格贵，而且比较占空间，样式也没有顶吸式那么好看。集成灶采用的是净吸侧排，因此它吸油烟的效果更强，而且集成灶属于集成电器的一种，在满足烹饪和排烟的基本功能外，还增加了蒸烤、消毒、洗碗等功能，属于一机多用。但是集成灶的缺点是价格比较贵，质量好的基本都在5位数以上。其次就是维修难度大且成本高。顶吸烟机虽说有滴油、碰头的现象，但优势也比较多，比如价格更亲民，1-2千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产品。其次，顶吸烟机控烟范围更大，对于煎炒烹炸这种暴躁的扩散油烟，它的控烟效果更佳。另外，传统的顶吸式烟机产品技术成熟，噪音小，维修率低，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还是有很多家庭去选择的。小东建议，集成灶外形时尚且功能多，比较适合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如果厨房空间大且经常做饭的家庭，建议选择顶吸式烟机，担心油烟过脸怕碰头，可以选择侧吸式烟机。3. 涡轮洗衣机。如今选择滚筒洗衣机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主要是因为滚筒洗衣机对衣物损伤较小，而且功能多，比如除菌消毒、加热洗、洗烘一体、智能预约等等。另外，多种洗涤模式更能满足我们对不同材质、面料的清洗方式。相较之下，涡轮洗衣机就显得有点落伍了。不过，了解洗衣机行业人的都知道，目前涡轮洗衣机依然是销售的主力军，主要原因在于涡轮洗衣机便宜，中高端产品不过在1-2千元，而滚筒洗衣机入门级产品也要在2000元起步。其次就是功能少，操作简单，就因为功能单一，反而更不容易坏。像我家一台老式涡轮洗衣机已经服役8年多了，工作起来还是一点毛病没有。另外，涡轮洗衣机因为是上翻盖设计，因此使用时不需要弯腰拿取衣物，对老人和孕妇更为友好。小东建议购买洗衣机，不管是涡轮还是滚筒，尽量选择容量大的，因为毕竟平时还会洗个床单、被罩等大件衣物。其次，想要性价比就选涡轮，对洗涤衣物要求高就选滚筒。另外，洗烘一体机不能完全烘干，性价比不高，不如直接买个洗烘套装更实用。4. 电热水器。现如今，只要家里开通了燃气，多数家庭都会选择安装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体积小，更加节省空间，热水即开即用，而且可以不间断的使用热水，满足了家庭人口多、大水量和多点用水的需求。但是，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依然没有被完全取代，究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超高的性价比。价格占主要优势，普通的电热水器不过在几百元，而热气热水器最便宜的也要2000多。而且，燃气热水器想要解决洗澡水忽冷忽热、水温不稳定等问题，就要增加冷凝水、水量伺服器等功能，这样的高端机型往往要卖到5-6千元，甚至更高。所以，对于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电热水器还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小东建议购买电热水器，安全性放在首位，因此3级漏保、防电墙这些基础保护功能必须要有。另外，主流的是搪瓷内胆，但它们应用的涂层却有所不同，建议大家选择有涂层专利的内胆，具有更出色的防锈蚀性能，能够更好的保护内胆。5. 制冷冰箱。制冷冰箱制冷方式较为原始，是通过蒸发器和冷凝管来实现制冷效果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冷过程中会结冰霜，需要手动定期清理，非常麻烦。你以为它早该被淘汰了，是不是？其实并没有。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风冷冰箱，
风冷是采用主流先进的冷风式降温来实现制冷，优点是制冷效率高，速度快，而且不会结冰霜。另外，内部温度分布均匀，温控更精确，所以食物保鲜效果也好，不会产生异味。但是风冷冰箱的价格要比制冷冰箱贵很多，而且噪音大，特别是使用几年后。而制冷冰箱结构比较简单，耗电量也非常小，维修率也低，因此依然有它的市场。小东建议购买冰箱，目前制冷方式选择混冷要优于风冷，风冷优于制冷。另外，选择双系统多循环的比单循环的保湿和保鲜的效果更好，食物也更不容易串味。其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买变频，不买定频，噪音小，耗电少，但价格肯定也会更贵一些。说在最后，虽然现在新型家电产品功能丰富，但其实很多附加功能华而不实，只为了增加产品噱头，卖高价而已。别看老款产品功能单一，但还是能满足基本功能，而且结构简单，更不容易坏，使用寿命更长。关键是价格也相对便宜，所以依然有它的市场，且无法替代。